OK， 2 hours later. 大家在刚开始使用 Git 的时候，应该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吧？有时候可能改了太多东西啊，懒得想要留下什么 commit 讯息，而留下完全没有意义的 commit 讯息。也有可能是不知道大家一般常见的写法，就一直使用自己的风格。但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嘛，所以最后就导致整个 commit 记录显得非常的凌乱。那今天的影片我就要来分享一下这个蛮重要，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主题。就是要怎么写好的 commit 讯息。好，在进入写 commit 讯息的原则之前，先来讲讲为什么好的 commit 讯息很重要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Git 本身在 commit 的时候就会记录哪些档案被做了哪些修改了，那为什么还要额外去留下讯息来做记录呢？而且就算留下了 commit 讯息，到时候真的要回去看那个 commit 的时候，还不是得去读程式嘛，不然也看不懂。那为什么还要在意 commit 讯息的内容呢？没错，直接看程式码，大多时候就可以看出哪些地方被做过修改。但是当初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因为什么原因而做了这些改动，这些资讯是没有办法从档案里面看出来的，只能透过 commit 讯息来做记录。那要是你当初没有留下好的 commit 讯息来记录呢？之后要找回这些讯息，就只能直接跑程式，然后花很多时间来读程式码，摸索回忆了。所以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写 commit 讯息的7大原则。在使用程式语言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字叫做 convention， 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程式语言时，大家会尽量去 follow 的一些习惯用法。例如变数名称会使用 camel case， 或是在一个 block 里面的程式码要缩排等等的。使用 Git 也有一套 convention， 只要 follow 这些 conventions， 每个人都可以写出简单好读的 commit 讯息。那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写 commit 讯息的7条规则。这些规则都是以写英文的 commit 讯息为前提，不过就算你是使用中文，也是可以大致 follow 这些规则。好，在写 commit 讯息的时候，原则上会先有一行主旨。那视情况，如果有比较多需要说明的部分，就在主旨的下面空一行，然后在下面写你的内文来做补充说明。不过大多数的时候，通常都只用一行主旨就足够说明了，所以可以不打内文。那如果上 GitHub， 你看一些 repository 的 commit 记录，你会发现 GitHub 也是按照这个原则，只显示前50个字的主旨，点选展开才会看到下面的内文。那使用 Git log 的时候，如果你加上减 one line 的参数，也可以只显示主旨的部分。前面有提到 GitHub 上面只会显示50个字的主旨，为了让主旨简洁扼要，一般会习惯把主旨维持在50个字以内。毕竟主旨的意义就是让你一眼马上看出这个 commit 大概在做什么事情。那如果主旨太长，就失去了主旨的意义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绝对规则，有时候你超出一点点也是 OK 的。但是 commit 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下，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写你的主旨。这一点应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英文的句子正确写法就是大写开头嘛。那虽然使用小写也是不影响阅读，也是很多人是这样写。但如果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有的人用大写，然后有的人又用小写，看起来就比较凌乱。所以我还是比较会遵守这个原则。因为只有50个字的空间嘛，而且通常主旨都只会有一句，所以主旨句是没有必要加句点的。那加了就只是多占一个字的空间而已。一开始写 commit 讯息的时候，可能会有点疑惑，到底要用什么时态？感觉我们是在记录过去发生的事，所以用过去式好像比较合理。那如果用现在式把这个 commit 当成主词，
那感觉它好像又符合第三人称单数，所以动词加 s 好像也蛮合理的。但其实真正 Git 的 convention 是使用命令句型。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会发现不管是在 merge 或是 revert 的时候，系统帮你自动建立的 commit 都是命令句型，也就是使用原型动词作为开头的句型。所以一般我们在写 Git 的 commit 讯息的时候，也会遵守这个原则，使用命令句型来写。不过这个原则只要在写主旨的时候遵守就好，写内文的时候根据你要写的内容，还是可以自由的使用其他的时态。因为 Git 不会自动把你的 commit 讯息换行，在内文的部分一般是每72个字换行一次，这样阅读起来会比较容易。那如果使用 VS Code 来做 commit， 一样是超过72个字，它就会出现提醒。刚开始写 commit 讯息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知道什么该写进 commit 讯息，或者是什么不该写进 commit 讯息。那用英文来说，大致上你有3个方向可以去写嘛 ：what、how 跟 why。那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都只要记录 why 这个部分就好了，因为从 diff 本身就可以看见哪些档案被变更过，也就是 what 的部分。那至于 how 呢，通常看程式码本身就看得出来了。就算是你改的东西很复杂，那直接在程式码里面加上注解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些讯息通常不是只限这一次的 commit 有关，之后也是有机会要阅读的，所以就比较不适合放在 commit 讯息里面。所以去掉前面2个，最后剩下的就是 why。那直接在程式码里面是比较难看出你当初做某些变更的原因的，所以在 commit 的讯息中留下这些变更的原因就非常的适合。前面这些规则都是以英文为做前提的嘛，那写 commit 讯息的时候可不可以使用中文？以我自己的经验，大部分我看过的 repository 几乎都是英文的了。不过如果团队都是用中文的，而且有共识，或是你只是做一个个人的 project， 那我觉得用中文也是 OK 的。不过要考虑的是，未来如果有不懂中文的人也想要加入这个 project， 那他可能就看不懂这些讯息了。以上就是写 commit 讯息的7个原则。虽然一开始不习惯的话，可能会觉得很麻烦，就像刚开始写程式的时候，要熟悉多排的原则，或是使用 camel case 等等的 conventions。但是时间一久就会变成习惯，也会享受写好的 commit 讯息的感觉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